就在刚刚，我嗅了嗅鼻子，好像闻到了什么黑乎乎的味儿，可味道太淡，我觉得还不够一口，决定再养养。晚饭前，穆建国和穆玉露一起回家，穆玉露一进门就发现了我脖子上的九宝项圈。吴道，这项圈谁送你的？穆建国也惊讶道：哟，我们吴道今天真傻啊！见状，温婉眉眼含笑，无比骄傲地宣布：我们吴道用1块玉佩换来2国公主的九宝项圈呢。我见爹地和姐姐都盯着我的项圈，还以为他们喜欢，于是大方地捧着项圈递给姐姐，嘚嘚，这个送给你。紧接着我又拉住穆建国的手，主打一个雨露均沾。爹地，吴道只有1个项圈，以后再送给你。穆建国瞬间被儿子萌化，一把抱起我亲了又亲。爹地不要，这是吴道的。穆玉露也赶紧摆手，吴道戴着好看。见状我顿时皱紧小眉头，怎么还送不出去了呢？我带着嫌累啊。只有温婉知道真相，扑哧一声笑出来，帮我摘下项圈放好。项圈一摘，我立马拍着小胸脯长舒一口气。晚饭后，穆玉露在书房做功课，我就在旁边看图画本。温婉悄悄关上门才返回卧室，一进屋，她就被刚洗完澡的丈夫拉进怀里。穆建国穿着黑色真丝睡衣，正想干点坏事，可温婉却推了推他，神色严肃：我有正事要和你说。温婉立刻把克莱曼妮和玉佩的事全盘托出。穆建国的表情瞬间变得郑重：你的意思是吴道送出去的那枚玉佩也是法器？温婉摇摇头又点点头：我不清楚，但我有个猜测，想让你帮忙验证一下。穆建国眸光一闪：你想让我去查手串和玉佩的来历？温婉说出了自己的惊人发现，那枚玉佩当初在老爷子那只是块低劣的破玉，可吴道送出去时玉质却变得顶级，中间的血色仿佛活物，再加上克莱曼妮说玉佩救了他的命，这一切都让他怀疑手串和玉佩都和吴道有关系。穆建国却有些不敢相信，法器形成条件极其苛刻，会不会是你想多了？温婉却无比笃定自己的直觉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心里都有一个惊世骇俗的猜测：如果外界抢破头的稀世珍宝在吴道手中能量产，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最终穆建国沉声开口：我让战九去查。没过2天，战九就带来了调查结果。穆建国听完回笔，签字的手没有一丝停顿，显然答案并未出乎他的预料。等战九离开，他才长出一口气，靠在椅子上头疼。家里这哪是多了个儿子，分明是抱回来一只点石成金的小财神。可他不是见钱眼开的人，他只希望儿子平安长大，所以确定这一切都是我的功劳后，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心，而是深深的担忧。因为战九查到那手串不过是穆云如10万港币从寺庙买的普通货色，而那玉佩更是珠宝店不到3000块的大头。但最有趣的是，这2件东西背后竟然都有穆玉轩的影子。穆建国瞬间明了，穆玉轩千算万算，却万万没想到他家来了个镇宅花煞的吴道。想到这里，从小靠自己打拼的穆建国第一次有了吃软饭的错觉。穆建国哼着小曲儿破天荒的提前下班，他先去了医院探望自己的四哥穆尧舜。四哥最近感觉怎么样？穆建国到时，穆尧舜正和妻子唐宝说话，气色好了不少。唐宝立刻起身让座，穆建国这才坐下，直接切入正题。四哥，明天是港都的葬礼。他压低声音透露出家族的决定。穆尧舜憨厚的笑着，一副万事不操心的模样。这些事听爸的就行。穆建国盯着他看了许久，突然轻笑一声：四哥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。穆尧舜目光温和，却一语道破天机：老六，是你救了我。我当时有感觉到。闻言，穆建国瞬间放松下来，倒是我小人之心了，还以为四哥会装傻糊弄过去。穆尧舜却摇头失笑：老六，你打小就睚眦必报，我要是蒙混过去，估计你怎么救我，就会怎么要我的命吧。这话说的，咱们可是亲兄弟啊。穆建国说着自己都不信的客套话，但穆尧舜却无比识趣的立刻表态：我这条命是你给的，以后你只管吩咐。他知道不早点表态，自己今天根本走不出这家医院。搞定了四哥，穆建国心满意足的回到家，可家里竟然静悄悄的。一问管家才知道温婉带着我逛街去了，中午还不回来吃饭。穆建国瞬间感到一股被老婆孩子抛弃的凄凉，他脚步一转，直奔老太太的院子。与此同时，温婉正带着我和闺蜜龚红月、克莱曼妮在商场血拼，将战利品送回家后，直奔珍宝坊吃海鲜。我第一次见到活蹦乱跳的海鲜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小嘴窝窝个不停，那受惊又好奇的小模样，把3个大人逗得哈哈大笑。龚红月忍不住一把抱起我，亲着我的小脸蛋：婉婉，让我认吴道当干儿子吧。闻言，温婉却敷衍过去：这我可做不了主。建国自己还没稀罕够呢。4人落座，温婉专门点了一道清蒸螃蟹，橘红色的大螃蟹一上桌，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。克莱曼妮好奇地问：吴道，你吃过螃蟹吗？我咽着口水摇头：那你不害怕呀？我伸出小爪子飞快摸了一下螃蟹，发现没被咬，双眼瞬间亮晶晶。吴道是大脑斧，大脑斧不怕小螃蟹。随后我终于吃到了人生第一口螃蟹，那清甜鲜美的滋味让我舒服地眯起了眼睛。但温婉不敢让我多吃，只给了半只就换成了海鲜饭。可我却不挑食，只是吃饭时眼睛总往螃蟹上瞟。龚红月好奇地问：吴道，你在干什么？我盯着螃蟹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：吴道在吃螃蟹。说完又嗷呜一大口海鲜饭塞进嘴里。3个女人瞬间笑得前仰后合。闺蜜龚红月一边灵活地拆着蟹壳，一边懒散地聊着天。明日港都葬礼，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。温婉想起上次的爆炸，依旧心有余悸，她不客气地夹起蟹肉冷笑道：港都都死了，还有必要再闹一场吗？龚红月却擦擦手，慢悠悠喝着汤。新港都下月才到，葬礼就是搞事的最好机会。克莱曼妮好奇地问：明天的葬礼你们都去吗？温婉一笑：谁爱去谁去，反正我不去。就在这时，吃饱喝足的我被保姆王妈带出了包厢。我站在海鲜展柜前，对着里面的姨行们嘀嘀咕咕：把你蒸着吃，把你煮着吃。可看了一会儿，我就觉得无聊，竟跑去求服务员：可以给我抓一个螃蟹丸吗？服务员吓得连连摆手。王妈赶紧把我带到4楼的观景台。可就在我迈着小短腿乱跑时，意外发生了。我一拐弯猛地撞上一个人，对方是个坐在轮椅上的少女。少女身后的保镖凶神恶
了煞，伸手就要把我扔出去。住手！沈右楚阻止了保镖，低头看向怀里的小呆瓜。细路仔，你是谁家的？王妈赶紧上前说道。小少爷是穆家六爷的儿子。沈右楚沉吟一下，恍然大悟，原来你就是那个被穆家买来冲洗的孩子。我听不懂大人的话，但我看到这个大姐姐身上缠绕着好多黑乎乎、香香的黑乎乎。我握紧小拳头，期待地问：嘚嘚，无道可以亲你一口吗？沈右楚一愣，扭头问保镖：他说什么？保镖声如洪钟：小姐，他说想亲你一口。沈右楚顿时失笑，捏了捏我的脸：你这么小就想当色狼啊？我认真反驳：窝是大脑府，不是色囊。我看你就是只小色狼，不然为什么要亲我？是不是看我好看？我却根本看不清他的脸，只看到一团团诱人的黑乎乎。但为了能吃到，我陷入了2岁半人生最艰难的选择。最终我心一横，闭着眼大声说：你好看。沈右楚被我逗得哭笑不得，竟真的亲身把脸凑了过去。好吧，让你亲一口，谢谢。我礼貌道谢。下一秒，我双眼放光，一把抱住沈右楚的脖子，嗷呜一口，竟狠狠咬在他漂亮的脸上。啊，吃黑乎乎了，又香又多的黑乎乎，我吃。少女身上浓黑的煞气疯狂涌入我的嘴里，可怀中散发着奶香的小人儿，却让有洁癖的沈右楚冰冷的心瞬间融化。他非但没生气，反而稳稳扶住我的背，任由我啃着自己一脸口水。亲完了吗？我的小虎牙闪烁着寒光，竟将肆意的煞气牢牢锁在嘴边。沈右楚抱着我坐到腿上，像个孩子般对保镖炫耀：看，小色狼粘上我了。语气里的欢喜连他自己都没察觉。保镖阿丽却憨憨地问：小姐，需要我把他丢开吗？沈右楚一阵无语，抱着我转向观景台，推我去那边看看。王妈跟在后面急得麻爪，自家少爷亲了人还被抱走，要不是看对方不像坏人，他早就让保镖上去抢人了。可诡异的是，沈右楚抱着我在海风中竟渐渐放松，他长长吐出一口气，仿佛吐出多年郁结，没一会儿就沉沉睡去。我也松开嘴，在少女脸上留下一个可爱的小牙印。我咂巴嘴打了个饱嗝，又进入了呆滞状态。阿丽小心翼翼地把我抱还给王妈，摆手示意我们快走。等我们一走，整个观景台瞬间清场，门口甚至出现了持枪保镖。我这次吃得太撑，直到回家都还在呆滞。温婉见了不但不担心，还觉得可爱，拿着相机一顿狂拍。与此同时，穆建国正在老太太那蹭饭，他顶着亲妈的嫌弃，硬是陪着聊了1个多小时才被赶走。老太太嘴上嫌弃，脸上却满是笑意。可等穆建国一走，林婆却压低声音说：老太太，你让我找的人回消息了，他让您明晚10点去望岗巷18号找他。老太太点点头，拒绝了林婆带人的提议。你信不信，我要是带了人，保证连她头发丝都见不着。林婆想到那个阴沉危险的女人，瞬间沉默。第二天，我满血复活，一大早就迈着小短腿，哒哒哒跑到父母卧室门口，嘟嘟嘟嘟嘟嘟。我一边敲门一边自己配音：爹地妈咪，起床了。门内传来一阵慌乱，好一会儿穆建国才穿着睡衣开门，一股奇怪的味道飘出。我顺着门缝就要往里钻，穆建国长腿一伸挡住我，伸手一捞把人抱进怀里，顺手关上房门。爹地，无道要找妈咪，你妈咪在睡觉，你怎么起这么早？穆建国抱着我去洗漱，我却扒着洗手池好奇地问：爹地，你被虫虫咬了吗？穆建国一愣，抬眼就看到镜子里自己睡衣领下2个明显的红痕，他眸色一深，一本正经地忽悠：是啊，爹地被一只虫虫咬了，无道出门要抹药药，不然也会被虫虫咬。于是等沐浴露下楼，我立马把他拉到一边说悄悄话：嘚嘚，我看到爹地打妈咪惹，妈咪的手都被爹地打坏惹。闻言沐浴露满脸震惊：怎么会？他印象里父母关系极好，从未动过手。我却用力点头：真的，爹地被虫虫咬惹，他生气就打妈咪，他是坏爹地。沐浴露觉得逻辑不通，爹地被虫咬，为什么要打妈咪？我立刻严肃起来，因为他生气妈咪没有给他涂药药。这下沐浴露瞬间被说服了，他想起爹地确实会因为妈咪对他太好而吃醋，他拉着我认真叮嘱：大人的事我们不能插嘴，你就当不知道。我却瞪圆眼睛，坏爹地不给他涂药药，让虫虫咬他。果然吃早饭时，穆建国给温婉加个包子，温婉竟直接扔了回去，还狠狠瞪他一眼。穆建国却讨好的笑，一看就是心虚。沐浴露瞬间下定决心，直接对穆建国说：爹地，阿康会来找我上学，你自己去上班吧。等穆建国一走，沐浴露立刻坐到温婉身边，他拉起妈妈的手，撸起袖子，那白皙的肌肤上果然红眉点点。他声音沙哑：妈咪，这是爹地做的吗？温婉赶紧藏起手撒谎：不是，这是被蚊子叮的。可沐浴露却拉住他的手，眼中是超乎年龄的成熟。妈咪，如果爹地欺负你，你可以和他离婚，我和吴道都会陪着你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我也跟着奶凶的喊：吴道让虫虫咬爹地，不让坏爹地欺负妈咪。温婉瞬间明白2个孩子误会了，他哭笑不得，又感动得红了眼圈，紧紧抱住2个宝贝。接着他平复心情解释：爹地没有打妈咪，这些红痕是因为他爱我。可看着孩子们你别帮他隐瞒的表情，温婉彻底没辙，他只好说：等晚上他回来，你们去问他吧。此时正坐在车里的穆建国突然打了个大喷嚏，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儿子眼中殴打妻子的渣男。就在车子开进中环时，他手臂突然一阵刺痛，紧接着奇痒无比。他拉开袖子一看，胳膊上竟冒出大片大片的红点。他从手臂上捏死一只黑色小飞虫，随即喊道：去医院。司机阿隼立刻调转车头，可车子刚开出几米，身后突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，轰！气浪将车子推出了老远，身后车辆瞬间被掀翻。阿隼稳住车子，猛踩油门冲了出去。果不其然，他们刚驶离，身后再次传来爆炸。这里是港城金融核心区，接连爆炸瞬间造成无数伤亡。穆建国从医院出来，看到无数缺胳膊断腿的伤者被送来，他脸色瞬间沉下，坐上车冷冷开口：先回家。爆炸发生在他上班的路上，穆建国隐约感觉这件事就是冲着他来的。回去的路上，穆建国卷起袖子，表情冰冷的给自己涂着药膏。爆炸的地点正是他每天送女儿上学必经的路段，如果不是他突然被虫子咬，让司机停车查看，车子就会刚好开到爆炸中心。说这是巧合，他穆建国的脑子可没坏，对方的目标不仅是他，还有他的女儿。想到这，他按揉着被虫咬的痕迹，表情竟越来越和缓，甚至开心的哼起歌。司机阿隼透过后视镜看着老板，怀疑他被气疯了。可
穆建国不仅没疯，反而真的很高兴。他骨子里就不是好人，就喜欢看别人想干掉他，却又干不掉的样子。不管是谁想对他下手，现在一定气死了吧。与此同时，穆玉轩的书房内，他听完属下的禀报，直接将咖啡杯砸在对方头上。二爷，属下办事不力。对方单膝跪地，任由鲜血流下。穆玉轩的愤怒难以遏制，说为什么会失败？他想不通，自己周密的安排，穆建国父女就算不死也得残，可偏偏两人屁事没有。更离谱的是，爆炸发生时，沐浴露居然在花园里摘花，那穆建国呢？车子开着开着为什么停下了？属下头埋的更低，声音都在发抖。我们的人发现他去了医院，好像是因为被虫子咬了，去买药膏，叉烧你老母！穆玉轩瞬间风度全无，面容狰狞如恶鬼。你是想告诉我，老子花费1个月精心谋划，毁在了一只虫子手上？他狠狠捶了下桌子，滚！穆建国回到家时，温婉刚收到爆炸的消息，他看到他挽着袖子，手臂上涂着药膏，顿时心头一紧。没事吧？穆建国却神态轻松，不是受伤，是被虫子咬了。接着他竟抱着温婉撒娇，老婆，上楼帮我涂药好不好？温婉却敏锐捕捉到他眼中的冷意，一进卧室，他立刻握住他的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有人想对我和阿路下手？温婉瞬间慌了，拉着他的衣服，你受伤了？伤到哪里了？穆建国任由他检查，无奈道，真没事，这些都是被虫子咬的。确认他没有外伤，温婉才松了口气。穆建国抱着他坐下，说起来还得感谢这些虫子，我当时距离爆炸点只有30米，就是因为身上痒才让阿笋掉头，正好避开了。闻言，温婉立刻抓住重点，所以爆炸是冲着你和阿路来的。穆建国的沉默代替了肯定，到底是谁？一次又一次针对你。温婉紧紧抱住他，内心充满恐惧。穆建国轻拍他的背，别担心，之前看在老爷子面上，对他们太温柔了。就在这时，敲门声响起，六爷，老爷子让你过去一趟。穆建国把药膏塞到温婉手里，小声撒娇，这虫子咬得我好痒啊。温婉给他擦了身，轻柔的涂抹药膏，却突然用指甲用力按了一下。他咯咯笑起来，吴道早上还说坏爹地要被虫咬，你这就被咬了。该穆建国顿时哭笑不得，原来是儿子搞的鬼。笑过之后，他却认真叮嘱，吴道的能力太过神异，你平时注意引导。一进屋，他就看见老爷子正挥在挥毫泼墨，仿佛外面的爆炸与他毫无关系。穆建国等老爷子停笔，才笑着调侃，爸，老当益壮啊。老爷子却只是抬头看他一眼，确定他没受伤，便点点头。接着他开门见山，知道是谁动的手吗？穆建国却往椅子上一坐，笑眯眯的不说话。父子俩一个沉默泡茶，一个淡定喝茶，气氛诡异到极点。直到老爷子又倒上一杯茶，穆建国才猛然一笑，打破了沉默。爸，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没受伤吗？下一秒，他撸起袖子，露出一片痕迹。我去公司的路上被一只虫子咬了，痒得我没办法，只能先去医院买药。穆建国朝老爷子一挑眉，没想到就这么巧，我车子刚掉头，后面就炸了。爸，你儿子我幸运吧？谁知老爷子眉毛都没动一下，你命格里本就有贵人帮扶，逢凶化吉不意外。穆建国竟然认可地点点头，所以你说那个费尽心思谋划一切的人，要是知道是一只虫子帮了我，会不会当场气死？就在这时，老爷子手中稳如泰山的茶盏，动作却猛然停住。他抬眼看向穆建国，目光锐利，你知道是谁了？穆建国没有正面回答，反而笑得更加意味深长。不管是谁，我这次都不打算放过。爸，你会支持我吧？老爷子没有说话，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。他自己就是从尸山血海里走出来的，怎会不懂儿子的睚眦必报？于是他缓缓吐出3个字：随便你。穆建国心中冷哼一声，他知道这已经是老爷子的底线。下一秒，他竟毫不客气地伸出手，爸，我今天受到了惊吓，你得给点补偿吧。穆云生嫌弃地瞪了他一眼，结果还是从抽屉里甩出一串钥匙，自己去挑。好嘞，谢谢爸爸。穆建国一饮而尽杯中茶，拎着钥匙就走。一进库房，他直奔主题，从无数珍宝中精准地抱走一套顶级墨翡，一对同心佩，一对镯子，还有一枚扳指。管家当场石化，这可是老爷子自己都舍不得带的稀世珍宝，就这么被六爷大摇大摆地揣走了。管家拿着钥匙回去禀报，人还没走远，书房里就传来老爷子气急败坏的咆哮：衰仔包，你当我是来进货的啊？听到这声怒骂，穆建国堵在胸口的郁气终于散去大半，他直接把那枚扳指戴在拇指上，对着阳光一照，大小刚刚好。而此时的后院却上演着另一幕奇景，沐浴露正温柔地压下花枝让我摘花，可就在这时，三姨太匆匆走来，当她看到我的瞬间，表情骤变，下意识就躲进花丛。我也看到了她，还看到她身上那团黑乎乎又变大变多了。我拍拍小肚子，决定先攒着，等饿了再说。于是我扭过头继续摘花。嘚嘚，挖要那朵。我指着一株火红的玫瑰，这朵有刺，我帮你摘。沐浴露动作十分小心，可下一秒指尖一痛，一根尖刺划破了她的手指。嘚嘚流血诺。我扔下花，竟一把抱住她的手指，直接塞进自己嘴里舔了舔。沐浴露笑着抽出手指，温柔地教训我，不要把手指放进嘴里，很脏的。她拿出帕子，先给我擦了擦嘴角，才去擦自己的手指。可等手指擦干，她整个人都呆住了，用力挤压指腹，竟然一滴血都没有。如果不是还记得刚才的刺痛，她几乎以为是幻觉。嘚嘚，花花坏，不喜欢花花。我却以为是花的错，皱着小眉头狠狠踩了那朵玫瑰一脚。沐浴露瞬间被逗笑，直到晚上，穆建国才把自己从老爷子那打劫来的宝贝拿出来。一家4口排排坐分果果。穆建国看着眼前温馨的一幕，缓缓开口：我跟你们说，之前我在老爷子库房看到这套墨翡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给咱家正合适。穆建国一脸得意，我则趴在茶几上，把几件墨翡饰品挨个摸了个遍。温婉生怕我往嘴里塞，赶紧拿湿毛巾擦干净，才放到我面前。可我却愣住了，这上面没有黑乎乎啊，我一点都不想吃。然而妈咪都给擦干净了，不能让妈咪失望。于是我一咬牙，勉强吃一口吧。我把几件饰品挨个叼在嘴里，见爹地妈咪笑得开心，我更来劲了。我叼着玉镯，露出2颗小虎牙，还嗷呜嗷呜的吓唬人。一家4口瞬间笑作一团。可就在这温情时刻，穆建国却话锋一
一转，他把我抱进怀里，神情严肃。接下来外面可能会有些乱，你们待在家里，能不出去就不出去。温婉心头一紧，猜到他要对幕后黑手动手了。那阿路怎么办？要不要去学校请假，请个家庭教师吧？穆建国点头，时间不会很长。沐浴露虽然舍不得小伙伴，但也知道爹地是在保护他，乖巧的点头。最高兴的反而是我，姐姐不去学校，就有人陪我玩了。第二天，家庭教师来了，我被叮嘱不许打扰姐姐上课，否则就要被抱出去。于是我板着一张小脸，比老师还严肃。我坐在地毯上摆弄玩具，耳朵却支棱着偷偷听老师教英文，嘴巴还跟着无声的念。直到下了课，温婉才问沐浴露：“这个老师教的怎么样？”沐浴露却皱起了眉：“妈咪，塞恩老师的发音很标准，但是他的语法好像有问题。比如 my family， 他用的是 have， 可这里应该用 have。”温婉低声重复了2遍，确定女儿是对的。那明天，他话还没说完，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却突然响起。我一边玩着积木，一边清晰地重复了正确的句子，发音竟然比沐浴露还要标准。沐浴露当场震惊了：“妈咪，吴道的发音和塞恩老师一模一样。”闻言，我茫然地抬起头，爹爹。温婉一把抱起我，激动地问：“吴道，刚才的英文跟谁学的呀？”“跟妈咪和老师学的。”温婉瞬间明白了，我不仅记住了老师的发音，还结合了自己对错误的纠正，我竟然能自动组合成一个发音标准、语法正确的句子。温婉抱着我笑得合不拢嘴，沐浴露更是兴致勃勃地提议：“妈咪，吴道这么聪明，让他和我一起学习吧。”“好啊！”懵懂的我扬起大大的笑脸，还不知道明天将面对什么。与此同时，夜幕降临，穆家老太太的住处却气氛诡异。灵婆双手平举，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被红布盖着的方盒子。“老太太，这是那人让我拿来的。”她压低声音，神情紧张。她说要在太阳彻底落下去以后，才能掀开红布。老太太杵着拐棍站在佛龛前，缓缓点头。主仆2人就这么在昏暗中静静等待，直到最后一丝光线消失，室内彻底陷入黑暗。老太太才伸出枯槁的手，一把掀开了那块红布。红布之下是一个打磨得极为光滑的漆木盒子。老太太的双手竟开始剧烈颤抖。灵婆赶紧扶住她：“小姐，先去休息一下。”老太太却摇摇头，眼神坚定：“不用，早点把仪式办完，我也早安心。”灵婆不再劝说，立刻帮着抬起佛像，将那漆木盒子稳稳放入佛像之下。紧接着，灵婆拿出4根香，却迟疑了，她不确定是不是4根。老太太斩钉截铁：“是4根。”灵婆这才将香点燃，递给老太太。老太太拒绝搀扶自己，艰难跪下，磕了4个头，又扶着桌面站起，把香插进香炉。灵婆立刻递上另外4根香，老太太再次重复。可就在这时，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香炉里的8根香燃烧速度突然暴增，袅袅升起的青烟竟螺旋状交缠在一起。老太太脸色一变催促：“快！”灵婆这次点燃3根香递过去，老太太再次跪拜。等她站起身时，那8根香正好燃尽。她小心翼翼地将最后3根香插入香炉，这一次香火安然静谧，悠悠飘散，瞬间驱散了整栋房子的冷意。灵婆长舒一口气，这才打开灯扶老太太坐下：“小姐，这样就没事了吧？”老太太却没回答，只是出神地望着前方。许久，她突然开口：“阿淼，你说阿衍会不会没有死？”灵婆揉腿的动作猛然一顿，几10年的默契，此刻她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老太太也不需要她回答，自顾自地说：“当年送回来的遗物是假的，是不是他们压根就没找到阿衍？”灵婆这才找回声音，眼中也燃起一丝希望。大少爷从小就聪明，他察觉到危险躲起来也是可能的。可他要是没死，10年了，怎么不知道回家？老太太眼中泛起水光，灵婆却灵光一闪：“你说大少爷是不是跑内地去了？回不来啊？”主仆俩对视许久，老太太突然无所谓的摆摆手：“算了，管他呢，不回来就不回来吧。”话虽如此，屋里压抑的气氛却一扫而空。时间一转，到了暮云生寿辰这天，一大早我就从被窝里被挖了出来，穿上可爱的泡泡袖衬衫和棕色吊带裤，裤子口袋上还缝着一只棉花小熊。等我穿戴整齐，又被戴上克莱曼妮送的9宝项圈，可我却不乐意了，抓着项圈嘟起小嘴：“妈咪，我不想戴这个。”臣温婉温柔地哄着我，举起一根手指：“那宴会开始再戴好不好？就戴1个小时。”我虽然不懂1小时是多久，但知道1是很小的数字，便勉强点头：“好吧。”项圈一取下，我立刻迈着小短腿跑去找姐姐。一家人吃过早饭，直奔老爷子的住处。谁知一进门，穆建国就惊了。只见老太太正坐在老爷子身边，虽然还坐着轮椅，但脸上竟没有一丝病容。老爷子许久没见妻子这般风采，心情大好，脸上的笑根本止不住。穆建国立刻做小二态，一进门就鞠躬贺寿：“爹地，生日快乐！”温婉和沐浴露也跟着鞠躬：“爷爷，生日快乐！”我也有样学样，结果大头朝下，一脑袋就朝地上栽去。穆建国眼疾手快，一把拎着我后领捞了回来。上手的老爷子和老太太顿时被逗得哈哈大笑，其他人也跟着笑。就在这时，老太太朝我招招手：“吴道，来奶奶这里。”我得到妈咪点头，立刻迈着小短腿扑进老太太怀里。我扬起小脸，奶声奶气地问：“奶奶，你吃惹吗？”老太太亲昵地帮我拉了拉衣服：“吃了呀。”“吴道吃了吗？”“吃惹。”我拍拍小肚子，接着又提出一个惊天疑问：“奶奶，你怎么不生日快乐呢？”老太太哈哈大笑：“因为还没到奶奶的生日呀，等奶奶生日再快热吧。”我这才恍然大悟，窝在奶奶怀里，那我过生日也快热。老太太好奇地问：“那小吴道知道自己哪天生日吗？”我立刻摇头，眼睛里满是狡黠：“妈咪知道。”老爷子看着这有趣的一幕，心都化了，他朝我伸出手：“过来，爷爷抱抱。”老太太在我背后轻轻一推，我便大方地扑进老爷子怀里。我软软的身体带着奶香，让老爷子心情瞬间放松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：“三房的媳妇于芷和摸着小腹，脸上闪过一抹嫉恨。哎呦爸，这孩子看着挺沉的，别让他压坏了你。”我立刻吸了吸小肚子，努力举起小手比划出一个3。虾无道不重，虾无道只有30斤。老爷子掂了掂乐了：“哎呦，
还真有30斤啊。说着，他扭头看向老太太，调侃道：“比你家当初陪嫁的那袋米重点。”老太太立刻翻了个白眼，不客气地骂道：“老不正经的！”老爷子不以为意，抱着我笑呵呵，全程没给于芷和一个眼神。她面色涨红，还想说话，却被丈夫慕云鹤一把拉到一边，低声警告：“你别在这种时候犯病。”于芷和眼圈一红，却不敢哭出来。我就是不甘心，你看爸爸多喜欢孙子啊！要是对上丈夫不耐烦的目光，于芷和心中酸涩瞬间消散。她梗着脖子质问慕云鹤：“沐浴露是老爷子的心头宝，现在又来个养子，哄得他开心。我看老太太身体也好了，以后穆家哪还有咱们3房的立足之地？”慕云鹤脸色果然缓和，声音也轻柔几分：“老爷子心里还有我们，你别在这种场合闹，不然更让他不待见。”于芷和这才深吸一口气，不再说话。就在这时，穆玉轩和冯春雨也到了。冯春雨一见到我，瞬间两眼放光，给老爷子道完贺，他竟然直接开口：“爸，吴道是大孩子，总抱着不好。”众人还以为他和于芷和一样心思歹毒，谁知他话锋一转，竟然说：“给我抱吧，我年轻体力好。”这话一出，众人直接喷笑。穆玉轩无奈拉住他：“小雨，爸爸老当益壮。”于芷和却觉得这话在讽刺自己，脸色瞬间铁青。冯春雨还想再争，可见丈夫一个劲儿使眼色，只好不甘地闭了嘴。可那眼珠子就跟粘在我身上一样。很快寿宴开席，穆建国一家竟直接跟着老爷子老太太做了主桌。落座后，几房人各怀鬼胎，有人松了口气，可2房3房却满心不忿。凭什么他们拼了几10年，还要被一个数字困住？穆建国将下面兄弟的表情尽收眼底，心情颇好的倒上一杯红酒。爹地妈咪，这酒味道香醇，餐前开胃。老太太和老爷子尝了一口，都满意点头。可这一幕却馋坏了坐在儿童椅上的我，我双手握拳，眼巴巴的瞅着，浑身都写满渴望。老爷子顿时乐了，用筷子沾了点酒，就要往我嘴边送。温婉想阻止，却又不敢扫兴，眼看那滴酒就要落进我嘴里，啪一声脆响，老太太一巴掌拍在老爷子手上，酒液瞬间滴偏，我还以为吃到了咂巴嘴，满脸疑惑：“你有味道哇？”老太太眼疾手快，用筷子沾了点果汁塞进我嘴里，我双眼瞬间亮晶晶，甜的。老爷子讨好的笑了笑，立刻严肃脸对我道：“小孩子不能喝酒。”我当场猛圈，刚才还不是这么说的呢。主桌上这一幕被其他人尽收眼底，冯春雨忍不住感叹小吴道真可爱，穆玉轩却皱紧眉头，他更关注的是穆建国父女。爆炸事件后，他一直等着穆建国的报复，可对方竟一点动作都没有，这让穆玉轩总觉得头顶悬着一把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斩下来。想到今晚的计划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他漫不经心给冯春雨加了块鸡肉，然而冯春雨只是瞥他一眼，眸中闪过一抹讥讽。直到饭局结束，那块鸡肉他都没碰一下。演了10多年爱妻人设，他竟然不记得他从不吃鸡。午饭刚结束，客人就陆续登门，最先来的是穆云如一家，一进门就舅公喊个不停，把老爷子哄得眉开眼笑。随后温婉给我戴上了沉甸甸的酒保项圈。回到正厅，谁知刚一进门，一道嫉妒的目光就射向了我。穆云如身旁的厉泽君死死盯住我脖子上的酒保项圈，阳光下9枚顶级宝饰华贵的让人移不开眼。他不高兴的嘟起嘴，一个小鹿仔凭什么戴这么好的东西？穆云如更是阴阳怪气的开口，老姚两口子倒是真疼孩子，这么贵重的项圈也舍得。老爷子心中一惊，面上却不显。老太太直接把话接了过去，建国这么大岁数才得个宝贝儿子，怎么宠都不过分。当年你哥穷的尿血，不也省下1粒米往你嘴里塞？穆云如顿时不忿，那能一样吗？她可是亲妹妹。温婉立刻笑着解释，姑母你误会了，这项圈是别人送的。穆云如撇嘴，送一个冲喜小子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还不是看你们夫妻的面子。温婉正要再解释，老五的妻子蒋芳菲却突然惊呼，项圈上的红宝不会是 RG 拍卖会的世纪拍品卡门朱莉吧？那可是被2国女王拍下送给克莱曼妮公主的生日礼物。这话一出，全场死寂。只见温婉依旧笑眯眯，一副淡定模样。蒋芳菲当即哑口，难道这项圈真跟公主有关？穆云如想也不想就否认，不可能，人家公主什么身份会送给一个冲喜小子？话音刚落，冯春雨直接开怼，怎么不能？我们吴道这么可爱，谁看了不喜欢？我要是像公主那么有钱，我也送。穆云如气得张口结舌，转头就朝老爷子告状，哥，你看看你这些儿媳妇，没人把我放眼里了。谁知老太太却冷嗤一声，老的甩皮甩骨，谁要看你？穆云如面红耳赤，直接威胁，哥，你家要是容不下我，我这就走。老爷子这才笑呵呵的打圆场，行了，多大的人了还跟小辈计较？说完他直接朝我伸出手，吴道过来，爷爷抱抱。我立刻迈着小短腿，吧嗒扑进老爷子怀里。老爷子将我稳稳抱在腿上，满脸宠溺。这一刻谁才是老爷子的心头肉，一目了然。老爷子当即点了一句，你那个性子也该改改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处处插手，孩子怎么成长？穆云如心中不认同，但又不敢反驳，要是他家孩子有穆家一半出息，他也不至于操碎了心。老爷子见他不说话，也懒得再聊，走，爷爷带吴道去看叔叔们打牌。说着他抱着我就朝隔壁牌室走，路过点心盘时，甚至还顺手拿了个小蛋糕塞给我。这下厉泽君眼圈瞬间红了，穆云如恶狠狠瞪他一眼，他才把眼泪憋回去。哭有什么用？想让你舅公喜欢，就学那个小鹿仔去讨好他。棋牌室里麻将声哗啦啦响个不停，老爷子抱着我直接站到穆建国身后看牌，还特意叮嘱我看牌不许说话。谁知我根本看不懂牌，但我看得懂爹地在不停掏钱。眼看穆建国一把接一把地输，面前的现金都快没了，我急得想说话，又猛地捂住嘴巴，大眼睛瞪得溜圆。老爷子嫌弃的啧了一声，直接从口袋掏出一沓钱拍在桌上。穆建国顿时哭笑不得，对面的穆玉轩眼里的嫉妒都快溢出来。老爷子这偏心简直偏到天上。就在这时，我也有样学样，在自己兜里掏了掏，没找到钱。下一秒，我竟费劲的解下项圈上的玉佩，拍穆建国的肩膀递过去，爹地给你。我还学着老爷子的样子，摆出一副儿子给你兜底的严肃表情，全场瞬间爆笑。穆建国心里一软，把玉佩塞进口袋，揉揉我的小脑袋，谢谢吴道，爹地这次一定赢。谁知奇迹真的发生，从这一局开始，穆建国时来运转，连赢3局之后更是连续坐庄。第8局，他竟然直接一个自摸天胡。
其他3家全都懵了，怀疑他是不是出老千。穆建国百口莫辩，只能求助老爷子。爸，你看见了，我真是自摸。老爷子难以置信地点点头，牌瘾瞬间被勾起来，他一把推开儿子，我来玩一把。结果老爷子上手就连输6把，脸都绿了。穆建国眯了眯眼，不着痕迹的把那枚玉佩塞进老爷子口袋。下一把老爷子就赢了，接着换了位置又连赢6把。牌桌上其他3个人都骂了，今天这牌局邪门的厉害。我看得无聊，挣扎着从穆建国怀里下去。穆建国叮嘱我去花园玩找姐姐玩，然而沐浴露根本不在正厅。就在我准备自己去玩时，厉泽君竟然主动走了过来。小吴道，你去哪里？我陪你一起玩。我一脸懵逼的看着他，竟然真的跟着走了。我跟着厉泽君去了花园，刚摘了2朵花，厉泽君就忍不住了，他紧紧盯着我的脖子，一脸不信。冲喜小子，你这项圈真是公主送的？我歪头想了想，竟然摇了摇头，不是，我就知道。厉泽君高兴的大叫，那这是谁给你的？是玉佩妈妈。厉泽君以为玉佩妈妈是哪家的保姆，瞬间来了底气，他立刻伸出手晃着手腕上的银镯子，你把项圈给我，我拿这个跟你换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手腕上同样的2只银镯子，果断拒绝，不要，怪沉的。这下厉泽君瞬间炸了，你凭什么不要？我可是厉家大少爷，我舅公是传王，我要什么你就必须给我，不然我就让人把你扔掉。我下意识回头，可佣人们全都眼观鼻鼻关心，2个都是小祖宗，谁也不敢管。我瘪着嘴小声反驳，爹地妈咪才不会扔掉吴道。厉泽君见我不从，竟直接对佣人下令，去把他脖子上的项圈摘下来。我瞬间捏紧项圈，警惕地看着佣人，妈咪说了，戴好1天不摘，晚上就有1颗糖，这可是大事。佣人们面面相觑，谁敢碰这贵重玩意儿？一个佣人只能低声劝，小少爷，您想要可以去找6太太要，我不，我现在就要。厉泽君跺着脚大闹。就在这时，另一个佣人眼珠一转，开始吓唬我，表少爷可是老爷子的亲人，你只是个收养的，你要是不听话，6爷和6太太都会讨厌你，把你扔出去当小乞丐。这句话击中了我的软肋，一边是妈咪的叮嘱和糖果的诱惑，一边是佣人的吓唬，我愁的小脸皱成包子，眼圈都红了。下一秒，我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清冷的声音从我的身后传来，就在刚刚沈右楚的一声冷喝，吓得刚才说话的佣人瞬间吓得脸色惨白。众人猛地回头，就见一个少女坐在轮椅上，身后是一个近2米的壮汉。少女碧绿色的眸子漾着刺骨的冷意，然而我还在专注的哭，手里死死捏着那朵小花，眼泪成串的往下掉。可下一秒，我感觉自己整个人就腾空而起，哭声戛然而止。我扭头看向抱起我的人，眨巴着眼睛，给我抱。一个清冷的声音从壮汉身后传来，我这才探出头，看见了那个绿眼睛的黑乎乎姐姐。紧接着壮汉阿力转身，将我稳稳送进沈右楚怀里。沈右楚抱住我，用手帕轻柔地擦去眼泪。哭什么？他们欺负你了？我思考了一下，摇了摇头，没有，他们只是让我陷入一个困难的选择。那你为什么哭？沈右楚捏了捏我的小脸，而旁边的佣人们已经吓得脸无人色。我靠在沈右楚怀里抽噎，妈咪不让吴道摘圈圈，可吴道不想让爹地妈咪讨厌。沈右楚没太懂，他们抢你项圈了？我又摇了摇头，你有抢，可是不给圈圈，爹地妈咪就讨厌吴道。我急得脸都皱了起来，捏着自己的项圈给他看，可是妈咪不让吴道摘圈圈。沈右楚瞬间听懂了，他碧绿的眸子闪过一抹冷光，语气却愈发温和，谁跟你说不给项圈，爹地妈咪就不喜欢你了？我立刻在人群里扫了一圈，伸出小手指向刚才吓唬我的女佣，扑通一声，那女佣双腿一软，当场跪在地上。我没有，我只是哄着吴道少爷玩。他吓得魂飞魄散，万万不敢把真正的始作俑者厉泽君拖下水。可厉泽君眼看项圈就要到手，却被这个漂亮小姐姐搅了局，他当即就炸了，我要项圈，我要项圈，他要是不给我项圈，就把他扔出穆家。跪在地上的佣人抖如筛糠，冷汗直流。厉泽君见没人理自己，拽住一个佣人命令，你去把小吴道的项圈给我摘下来。佣人去着沈右楚的脸色，根本不敢动，只能低声哄他。谁知厉泽君根本不听，急得直跺脚，我就现在要，你把小吴道的项圈给我。他竟然直接对沈右楚下令。沈右楚微微蹙眉，眸中闪过一抹毫不掩饰的厌恶。走吧，他淡淡的对阿力命令。阿力立刻推着轮椅就走。厉泽君彻底急了，带着哭腔大喊，你不许走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是厉家大少爷，传王穆云生是我舅公，你敢不听我的，我要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然而沈右楚只是揉了揉耳朵，用手指点了点轮椅，示意阿力速度再快点。厉泽君当场愣住，随即气得小脸通红，恼羞成怒的尖叫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去告诉我奶奶。说罢他飞快地朝正厅跑去，结果因为跑得太急，半路被水管绊了一下，整个人啪叽一声摔了个狗吃屎。哇，震天的哭声响起，佣人赶紧上前查看，可阿力推着沈右楚从他身旁走过，连个眼神都没给。倒是我十分好奇，扒着沈右楚的肩膀回头看，脸上露出了思考的表情，想什么呢？沈右楚被我的表情逗笑，直到拐过弯看不见了，我才做好一脸认真的说，妈咪不让吴道乱跑，原来是会摔痛痛啊。沈右楚好笑的摸摸我的头，他那是报应，报应细森吗？我昂着脑袋好奇的问。沈右楚缓缓解释，报应就是你做了好事就会变幸运，做了坏事就会倒霉，就像刚才那个移动树桩，他就是做了坏事所以倒霉。说来也怪，我瞬间就听懂了，移动树桩说的是谁？瞎吴道做好事，瞎吴道幸运捏。我点着脑袋开心地晃着小短腿。沈右楚以前从不信什么因果报应，他6岁前从未做过坏事，却还是被人算计成了一个瘸子，但是最近他不得不信。就在那天，他在珍宝坊抱着这小东西睡了一觉，醒来后他的腿竟然有了治愈，医生检查后直呼奇迹，他的腿部神经竟然在自我修复，用不了多久他就能重新站起来，这是他过去10年想都不敢想的事。这个从不哭泣的少女，那晚把自己关在房里哭得
的声嘶力竭。因为这双腿，他失去了太多。巨大的惊喜让他害怕这只是一场梦，直到他重新抱住我，那沉甸甸的触感才让他心安。他开始相信我就是他修来的福报。紧接着，阿丽推着沈右楚走进正厅，之前打牌的人全都聚齐，穆家老爷子更是亲自迎了出来。阿姑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沈右楚一进门立刻双手抱拳祝贺，哈哈，还是老夫面子大。老爷子笑得慈爱，随即又问起他的家人。就在这时，温婉想把我抱过去，却被沈右楚阻止。六婶婶，我坐轮椅方便抱他。温婉面露疑惑，阿楚，你怎么认识吴道的？沈右楚便将来龙去脉一说，温婉这才恍然大悟。可穆老太太却发现我的眼圈红红的。等众人落座，她立刻好奇询问，吴道哭了。不等我回答，穆云如便皱眉发难，小吴道，你君哥哥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？我却一副语重心长的模样，哥哥不听话，非要乱跑，摔倒了，完蛋了，哭了。沈右楚瞬间忍俊不禁，这小屁孩还真会学以致用。然而穆云如的脸色瞬间就沉了下去，他刚要斥责，厉泽君就哭着被佣人抱了进来。他摔在刚浇过水的草坪上，浑身是泥，脸上也脏兮兮，看起来那叫一个惨。我立刻抓紧沈右楚的手指，瞪大眼睛，啊，不听妈咪的话，会惨兮兮哦。沈右楚又被我丰富的小表情逗笑，连因厉泽君哭声而起的烦躁都消失不见。沈右楚捏捏我的脸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想暴走。可就在这时，穆云如当场气炸，你们怎么照顾人的？我孙子怎么会摔成这样？要知道，厉泽君这身西装可是手工定制，宴会还没开始就直接报废。然而穆老太太只是轻咳一声，就打断了他的发疯。他云淡风轻的指挥人叫医生，又问穆云如带没带替换的衣服。穆云如满腔怒火，却被老太太一句话憋了回去，一口气上不去下不来，老脸涨得通红。紧接着，老太太直接让三房送来一件旧衣服给厉泽君换上。可穆云如那口气就是咽不下去。等厉泽君换好衣服出来，他就想再次追究摔倒的事。可他刚要开口，老太太却再次出手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老太太连削带打，穆云如彻底没了脾气。几房的媳妇看着老太太，全都心生敬畏。另一边，厉泽君换了新衣服，却只能委屈的抽噎。他时不时瞪我一眼，却根本不敢说自己摔倒是为了抢我的项圈，而我早把他忘到脑后。我正坐在沈右楚怀里，像只小松鼠一样咔哧咔哧认真吃着小饼干。沈右楚看的心都化了，突然对穆建国开口：“六叔，我可以接吴道去我家住2天吗？”穆建国当场愣住。要知道，沈右楚自从6岁残疾后，性格偏执古怪，对谁都没个好脸，更别提对小孩子了。当然可以，只要吴道自己愿意。我停下啃饼干，开始讲条件。阿楚爹爹，可以每天给夏吴道7颗糖吗？沈右楚宠溺一笑，当然可以。我又问，那夏吴道可以带着妈咪和爹爹一起去吗？沈右楚挑眉反将一军，那要是他们不愿意去，你就不陪我了吗？我瞬间迟疑，捏着小饼干不说话。我对温婉和沐浴露有着深深的依赖和不安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的穆建国一脸委屈，吴道为什么不带爹地？你不喜欢爹地了吗？我一听赶紧拉住他的手指，急忙解释，稀饭，夏吴道稀饭爹地，可惜爹地要公桌，不能陪夏吴道玩。一听这话，穆建国心里瞬间又酸又暖，他赶紧拉住我的小手哄道，是爹地误会我们吴道了。而旁边的沈右楚看着父子情深，心中再次浮现一个念头，要是我也有个这样的弟弟就好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眼巴巴瞅着小蛋糕，口水都快流下来，却偏偏不伸手去拿。沈右楚以为我够不着，赶紧让人拿了过来，结果我盯着蛋糕不停咽口水，却还是坚定的摇头，不吃不吃，夏吴道不吃。沈右楚瞬间惊讶，为什么？只听我把脸埋进他怀里，声音闷闷的传出，妈咪说不可以气太多，高高牙牙会长虫虫。沈右楚当场恍然，一个才2岁半的孩子竟然有如此惊人的自制力。他想到我的身世，心中瞬间怜惜万分。下一秒，他温柔开口，今天是爷爷生日，可以多吃一个，吃完我们去刷牙就不会长虫了。我惊喜的瞪大眼睛，扭头去看温婉，见温婉点头，我立刻喜笑颜开，啊呜一口。夕阳西下，穆家寿宴正式开始，港城有头有脸的人物纷纷到场，气氛瞬间推向高潮。更炸裂的是，布政司、财政司、律政司3位司长竟然全都到场，牌面直接拉满。其中财政司司长贺瑞峰还是温婉闺蜜的丈夫，他一见老爷子就以晚辈里亲切问候，有段时间没见你了，忙得黑眼圈都出来了。老爷子笑着拍拍他的肩膀，贺瑞峰无奈笑道，最近是有些忙。一旁的妻子龚红月直接吐槽，他忙得都快忘了我长什么样。就在这时，我被沐浴露牵着，跟在温婉身后过来打招呼。贺瑞峰一见我干净澄澈的大眼睛，瞬间心都化了，你是小吴道吧？贺叔叔把这个送你好不好？说着，贺瑞峰竟从口袋里掏出一对小金镯当见面礼。可我看着金灿灿的镯子，却感觉有点牙疼。我伸出小手亮出自己手腕上的银镯子，苏苏，哇哟！贺瑞峰声音从未有过的柔和，那你不喜欢叔叔送你的吗？我很想说不喜欢，但又怕他伤心，于是我叹了口气，伸出小爪子，稀饭，那勉为其难的小模样，逗得全场大人哈哈大笑。贺瑞峰故意逗我，给我戴上金镯子，还夸道，哇，真好看呀！我敷衍地点点头，好看。可贺瑞峰刚一站起来，我就立刻小跑到温婉身后，把金镯子摘下，直接塞到温婉手心里。不仅如此，我还顺带把自己的银镯子也摘下来，一起塞了进去。温婉哭笑不得，点了点我的小鼻子，小不点，人人都喜欢的东西，偏偏你不喜欢。随后沐浴露带着我去外面玩，贺瑞峰看着2个小孩手牵手的背影，忍不住对穆建国开口，小吴道是穆家人了。穆建国挑起眉，丢出一个重磅炸弹，是啊，我家小鹿的未婚夫，当然是穆家人。贺瑞峰当场啧了一声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多吃多占。阿鹿10岁，小吴道才2岁，这年龄差的也太大了。可穆建国只是呵了一声，一句话直接把他怼回去，龚女士可比你小10岁。贺瑞峰瞬间噎住。就在这时，贺瑞峰话锋一转，意有所指，对了，听说你家阿鹿最近都在家上学，是不是听到点什么？穆建国立刻一脸无辜，小吴道天天闹着要和姐姐
在一起，我这才把老师请回家。贺瑞峰表情瞬间严肃，我不信你没听说九龙那边的事。昨晚滕家的小孙子失踪，今早总探长唯一的外甥失踪。我来的时候听说江王李三家都有孩子同时失踪。穆建国眉头紧锁，除了赵谦，那4家可握着港城2/3的纺织业。贺瑞峰语气冰冷，九龙的人需要工作，把人逼急了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趁着港督缺位，他们肯定要搞事。穆建国视线扫过不远处的女儿，眸底闪过一抹骇人的冷光。与此同时，沐浴露正带着我在自助餐区拿吃的，她极有耐心的一个个拿起来给我看，甚至切一点让我尝尝味道。没一会儿，我的盘子就堆满食物。沐浴露把我牵到桌边，叮嘱道：“姐姐去拿吃的，无道不可以乱跑。”好大好大，我眼里全是吃的，晃着小短腿吃的腮帮子鼓鼓。可我一抬头，却看到沐浴露刚走到餐桌旁，一个男孩就凑了上去，两人不知说了什么。沐浴露的表情瞬间沉下，我晃悠的小短腿停下了，嘴里的嚼也停下了。我死死盯着那个男孩，眼睛里竟泛起绿光，黑乎乎。这个小哥哥身上全是黑乎乎。下一秒，我从椅子上出溜下去，举着小叉子就穿过人群，一溜烟跑到沐浴露身边，昂着小脑袋死死盯住眼前的男孩。我想问，可以吃一口吗？但看沐浴露一脸不爽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紧接着我牵住沐浴露的手，安慰般晃了晃。看到我跑来，沐浴露脸上的不悦瞬间被温柔取代，她立刻蹲下，用手帕帮我擦掉唇角的酱汁。不是让你等我吗？怎么自己跑过来？就在这时，一道刺耳的声音响起：“这就是你那个冲喜新郎啊！他竟然真把你个短命鬼冲好，你以后不会真要嫁给他吧？”那个叫裘凯的男孩笑得礼貌化却刻薄至极。沐浴露瞬间捂住我的耳朵，眼神冷得像冰。裘凯，不想被赶出去，就闭上你的臭嘴。裘凯笑声一滞，却不敢再多说一句。下一秒，他嗤笑一声，竟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，施舍般扔到我脚下，然后满脸嘲讽地走了。我看着地上的钱，一脸不解。他为什么扔钱？沐浴露表情冷凝，牵起我的手，一边拿食物一边说：“他脑子有病，无道以后离他远一点，智障会传染，知道吗？”我一听，立马遗憾地看着走远的黑乎乎小哥哥，叹了口气，这个黑乎乎还是不吃了吧，怕被传染上智障。紧接着，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的解决了晚餐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佣人走过来，躬身对沐浴露说：“小姐，老爷子让你带小少爷去茶室见客。”见状，所有人看我们的眼神都变了。裘凯看着他们走进那间象征着最高权力的茶室，脸上满是嫉妒。凭什么穆家的孩子出生就在罗马，而他却要被如此区别对待？同样将一切看在眼里的，还有穆家其他几房。大房的沐浴轩捏紧酒杯，他自己都从未被老爷子叫进去见过客，不行，他必须做点什么。而另一边，老三慕云鹤和老五慕云梦也站在一起。慕云鹤脸上写满不满，爸真是越老越糊涂了。谁知他弟弟慕云梦却一口喝干杯中酒，低声嘲讽：“还不明白吗？老爷子已经定下继承人了。”慕云鹤震惊地看向弟弟：“你什么意思？老幺是咱们中最小的，爸不会真就选中他了吧？”慕云梦看着满脸不信的亲哥，心中只剩无奈。哥，我早劝你趁着爸还在，多攒点家底，你非要盯着那个位置，上面有老二野心勃勃，下面有老幺稳坐钓鱼台，你凭什么跟他们争？慕云鹤当场不服：“我凭什么不能争？我差他们哪了？”慕云梦生怕他被当枪时，索性把话挑明：“凭你到现在都没看出老爷子的心思，而老二和老幺早就看出来了，那是他们自己看出来的吗？那是老爷子偏心。”慕云鹤固执反驳。慕云梦长叹一口气：“哥，你既然知道老爷子偏心，你又凭什么争呢？”一句话，慕云鹤瞬间沉默。是啊，老爷子的心早就偏得没边。慕云梦看着执迷不悟的哥哥，恨铁不成钢。哥，自古大家族哪个不是子凭母贵？老太太和老爷子白手起家，感情非同寻常，在他心里，只有老太太和他生的孩子才是一家人。你想争，也得有入场资格啊！慕云鹤握紧拳头，恨声道：“所以老二才几次三番对老幺下手，只有杀了穆建国，让老太太没有孩子，他们这些庶子才有机会。”慕云梦见状，索性闭嘴喝酒，不再多言。就在这时，他视线一转，竟看到管家脚步匆匆走进茶室，脸上满是惊喜。没一会儿，老爷子竟亲自从茶室出来接礼，紧接着门外高声唱名：“二国女王给老爷子贺寿，宋红匪仙桃一对，王时敏南山鸡翠图一副。”全场震惊，二国与穆家毫无交集，女王竟亲自送礼，这本身就极不寻常。穆建国和温婉对视一眼，他们是全场最清楚内情的人。贺瑞峰忍不住凑过来，满眼好奇。我真的好奇，克莱曼妮公主到底欠了你家多大的人情，竟然惊动了女王？宫红月只说小吴道送了公主一枚玉佩，穆建国当然不会说实话，只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误打误撞而已，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。贺瑞峰啧了一声，羡慕道：“你家最近还真是一直在走好运。”一句随口的感慨，却让穆建国心里猛地一紧，他的眸中闪过一丝担忧。他不怕别的，就怕那些人盯上小吴道。他年纪太小，然而我可不知道外面的风起云涌。我正被老爷子抱在怀里，对着几个爷爷奶奶拱手作揖，见面礼收得不亦乐乎。而这一切都要从女王送礼之前说起。原来管风腾点名要见我，竟是因为他从小就信玄学。要知道他就是他爹娘行善积德，才向观音娘娘求来的独子。为此他爹娘拿出半副身家开了慈幼院，整整5年才终于怀上了他。所以管风腾虽是走黑道，却从不滥杀无辜。可他偏偏是个能知晓而夜啼的狠人。然而当沐浴露牵着我进来时，我们2个孩子竟都表现得异常镇定，眼神干净又平静。在我眼里，他仿佛只是个普通老头。在座的爷爷奶奶当场惊了，管风腾却眸中闪过一抹惊诧。旁人不知，他自己却清楚，他眼睛上这道疤是他自己砍的，就为了形成面相上的凶煞，去对冲他早死的命局。这道疤不只是吓人而已，小孩子眼睛干净，更能感受到那股凶煞。可我竟是第一个不怕他的孩子，这小家伙命格绝对不一般。下一秒，管风腾竟朝我招了招手，来到爷爷这里。我迈着小短腿走到他身边，昂着小脑袋，奶声奶气的喊：“爷爷好。”就是这一声，竟让管风腾瞬间红了眼圈。他强压情绪，从怀中掏出一个金镶玉锁。老爷子一眼认出，这是管风腾小时候用过的东西。当年他为了养活兄弟，曾将这玉锁抵押，一有钱就立马赎回，可见其重视。他有那么多儿孙都没送，今天竟然送给了我。管风腾抹撒着金锁，这才递过来，他能保佑你平平安安长大。谁知一向嫌弃首饰的我，竟双手接过，大声说：“谢谢爷爷。”管
管风腾心思一动，伸出手，爷爷抱抱你好不好？我大方点头，任由他抱进怀里。就在那一瞬间，管风腾只觉得浑身一轻，连呼吸都舒缓起来。一旁的老太太见状笑道：“这么喜欢，认个干孙子好了。”管风腾眸子闪了闪，最终却摇了摇头。他声音沙哑，只说了3个字：“我命不好，怕影响了孩子的运势。”可我却猛然扭头抱住他，清脆地喊道：“爷爷！”管风腾下意识就应了一声：“哎！”应完他整个人都愣住。就在刚才一喊一答的瞬间，他感觉身上沉重的束缚竟然消失了，而我心满意足地坐好，专心玩着自己的金锁。黑乎乎，喊一声爷爷，就有源源不断的黑乎乎吃。这个香爷爷，我好喜欢。管风腾却猛地对老爷子说：“看来我和这孩子真有缘，回头让人去宝莲寺问个好日子，我认下吴道这个干孙子。”老爷子笑呵呵地开玩笑：“你自己看着办，别让我们小吴道吃亏就行。”这时贺老爷子却微微皱眉，眼神在我身上扫过，充满了审视和怀疑。在场只有我察觉到，但我正忙着研究金锁。这金锁跟随管风腾多年，吸收了他身上无数凶煞之气，简直快要凝成实质。这种纯粹的凶煞之气，对我来说比任何东西都美味。下一秒，管风腾摆足了干爷爷的身份，替我要起了见面礼。我的见面礼给了，你们的呢？太轻了，我可不干。沐浴露站在一旁，心中涌起一股危机感。喜欢小吴道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都比他厉害。他握紧拳头，迫切的想要快点长大，成为小吴道最重要的那个人。收完礼物，我蹦蹦跳跳的走出了茶室。远处几位太太正聚在一起八卦，其中就有厉泽君的继母关菲菲。关菲菲眸子闪了闪，突然心生一计。她家有2个侄子，大弟12，小的6岁，倒是可以谋划一下。而此时的我正拿着金锁要沐浴露洗一洗。妈咪说了，不干净的东西不能放嘴里。可是这金锁真的好残忍啊，比二伯父带来的盒子里的黑乎乎还要吸引我。随后二伯为了给老爷子添喜气，竟然在宴会上玩起了开盲盒。可谁都没想到，这热闹的场面下竟藏着一个致命杀局。就在众人兴高采烈抽奖时，一个佣人却径直走向沐浴露，他比我高出2个头，我根本看不见箱子里面。沐浴露立刻摆手，我们不用。然而那佣人却像是没听见，竟直接从箱子里拿出2个盒子递过去。二爷说小孩子也可以参与。这无理的举动瞬间冒犯了沐浴露，他正要发作，可就在这时，我却突然双眼放光，拽着他的袖子撒娇：“嘚嘚，我想要。”黑乎乎，虽然不如关爷爷的金锁，但麻辣口的小零嘴偶尔吃吃也很好。沐浴露瞬间把花咽了回去，接过了盒子，我一把将金锁塞进他手里，然后拿出盒中2枚灰蒙蒙的玉环。那玉环一看就是劣质品，而那佣人见我没把东西扔掉，这才推着箱子悄声回到沐浴轩身边：“二爷，东西都送到了。”沐浴轩眼睛都没抬，搭在轮椅上的手却轻轻点了点。下一秒，沐浴露熟练地擦净玉环，我立马左手一个，右手一个，这边嘬一口，那边叼一下，活像一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小馋猫。紧接着，沈右楚竟也将自己的玉环递了过来：“吴道喜欢，这个也给你。”我瞬间2眼放光，开心道：“谢谢嘚嘚。”宴会结束时，我手里的2枚玉环已经变得干干净净。沐浴轩看到沐浴露正拿着那2枚玉环转着玩，眸中瞬间闪过一抹冷光。这些玉环是他买来的阴煞玉环，他用99枚玉环布下了一个回环阴煞大阵。那些拿到玉环的富贵之人，会把玉环上的阴煞之气全部逼向场中最弱的2枚玉环，也就是我和沐浴露手中的那2枚。与此同时，穆建国也捕捉到二哥那阴冷的目光，嘴角竟勾起一抹冷笑。本来还顾忌老爷子不好下手太狠，既然他自己找死，那就别怪他这个弟弟不留活路。就在刚刚，老太太正式宣布自己的病已经好了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恢复了10年前的规矩，各房每周必须回主宅请安。温婉作为亲儿媳，每天都带沐浴露和我陪老太太吃早饭。可谁都没想到，几天下来，最大的赢家竟然是老爷子。他不仅天天来蹭饭，甚至直接搬来和老太太一起住。更夸张的是，他和我的感情简直1日千里。这天一大早，老爷子就换好衣服，他一把抱起我，满脸兴奋：“走了，吴道，陪爷爷钓鱼了。”我趴在爷爷肩上，朝奶奶和妈咪他们挥着小手：“奶奶、妈咪、嘚嘚，拜拜！”这次出海钓鱼，我期待了好几天，一大早就兴奋地起了床。今天只有老爷子带着我出发。登上游艇后，我一眼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正是坐在轮椅上的沈右楚。我立刻高兴地挥起小手，奶声奶气地喊：“阿楚嘚嘚！”原本目光无神、表情冰冷的沈右楚，在听到声音的瞬间，碧绿的眸子竟瞬间融化。可他的爷爷费德蒙斯公爵却没注意，他穿着花衬衫从游艇里迎出来，直接和穆老爷子抱在一起：“亲爱的穆，好久不见。”穆老爷子却调侃一句：“朋友哪有妻子重要啊？”就在此时，费德蒙斯公爵终于注意到了我，他在我面前蹲下身：“嘿，小家伙，你就是小吴道吗？”我歪着头紧紧盯着他的眼睛，下一秒，我奶声奶气地开了口：“爷爷好，你的绿眼睛和阿楚姐姐一样，好漂亮。”费德蒙斯看着孙女和我的亲密背影，忍不住感慨：阿楚需要一个兄弟姐妹。可穆云生却直接送他一对白眼：“再生一个，你能保证阿楚不会把对方从家里扔出去？”这话一出，费德蒙斯瞬间讪讪，他这才想起孙女曾经真的把亲戚家的孩子扔出家门，只因为对方太吵。另一边，我从口袋里掏出1枚玉环，直接塞给沈右楚：“嘚嘚，还给你。”沈右楚接过玉环，完全没认出当初灰扑扑的石头，此刻却温软滑腻，仿若顶级的羊脂美玉，入手还带着丝丝暖意。沈右楚当即将玉环挂在腰间：“谢谢吴道的礼物，姐姐很喜欢。”我顿时笑眯了眼，心里想着太好了，又送出去1块。紧接着，游艇开到钓鱼点，沈右楚带着我一起钓，结果离谱的一幕发生，只见沈右楚一会儿一条，一会儿一条，旁边的2个老爷子却连鱼毛都没见着。好不容易鱼漂一动，钓上来的竟是半块烂水母。费德蒙斯彻底坐不住，他眼巴巴地看向孙女：“阿楚，我们换个位置怎么样？”沈右楚看了一眼桶里的半桶鱼，直接对我开口：“我们去烤鱼吧。”我一听有吃的，立刻点头如捣蒜。于是沈右楚带着我进了船舱，2个老爷子则迅速占领了他的黄金钓位，然后依旧一条也没钓上来。然而就在他们悠闲烤鱼时，千里之外的废弃渔村，一间破旧草棚里却上演着人间炼狱。一个中年妇人正跪在地上疯狂磕头。
头，转眼间鲜血就糊了满脸。六爷，求你放过他吧！在他面前，一个青年倒在地上，双手双脚各有一个血窟窿，疼得满地打滚。而椅子上，穆建国正姿态随意地坐着，手里还拎着一把枪。刘妈，要不是你孙子烂赌，你也不会对吴道动手，怎么能说和他没关系呢？刘妈整张脸血泪模糊，她没想到躲到这种地方，还是被穆建国找到。为了救孙子，她嘶声大喊：“六爷，是三姨太，是他让我把小吴道偷出去的。”刘妈彻底崩溃，和盘托出。穆建国听完，眼睛都没眨一下，仿佛早就知道。刘妈见状，吓得魂飞魄散，赶紧吐出最后的秘密：“我知道三姨太在城里买了公寓，经常请一个大师过去，我就是他找大师算过才带回来的。为了保住唯一的孙子，刘妈拼命回忆，不敢放过一丝一毫。那个大师留着山羊胡，很年轻，30出头。三姨太叫他唐大师。他再次疯狂磕头，声音嘶哑，求六爷看在我多年苦劳的份上，放我孙子一条生路吧。穆建国听完叹了口气，可下一秒，他猛然举起枪，对准地上哀嚎的阿豪又是3枪。他不杀他，只为给自家积福，但背叛的代价必须血偿。阿豪疼得撕心肺裂，刘妈却死死咬住牙关，一个字不敢再求，因为他知道这就是仁慈。下一秒，保镖直接将刘妈拖走。阿豪强忍剧痛，跪地磕头嘶吼：“奶奶，我再也不赌了。”刘妈没有回头，眼泪却瞬间决堤。她知道自己必死无疑，可只要孙子能活就够了。然而，当穆建国的人顺着线索找到唐大师的住处时，却早已人去楼空，线索断了，可幕后黑手还在。砰！三姨太被保镖狠狠推进来，跪在地上。往日娇艳的美人，此刻狼狈不堪，发丝糊了满脸。她看着上手冰冷的穆建国，心脏骤停。就在这时，穆建国冰冷的声音响起：“唐宗鹤在哪里？”这话犹如魔鬼的一语，让三姨太浑身一颤。可当她听出唐宗鹤没被抓到时，心中竟闪过一丝狂喜。太好了，他的那些秘密还没暴露。于是她立刻开始飙戏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六爷，是他骗了我啊！我找他给小玉露算命冲喜，是他推荐的小吴道。谁知小玉露一醒，他就骗我说小吴道会妨碍您的子嗣。三姨太脑子转得飞快。六爷，我承认我有私心，我想为您生个孩子，可我真没想伤害小吴道，都是那个混蛋骗我的。他抱着穆建国的大腿，哭得委屈至极。然而穆建国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表演，等他哭到词穷，他才朝身后的保镖摆了摆手。下一秒，一个粉色的香奈儿手提包被狠狠扔到三姨太面前。看清包包的瞬间，三姨太瞳孔骤然紧缩，仿佛见了鬼一般。穆建国缓缓轻身靠近，声音犹如地狱的召唤：“需要我提醒你这是什么吗？”李艳梅不敢看，她当然清楚包里是什么，是她的妄想，是她的富贵梦，更是她必死无疑的铁证。就在这时，穆建国掐住她的下巴，声音近乎温柔：“李艳梅，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选中你吗？”李艳梅浑身剧颤，她一直以为是自己足够漂亮，可穆建国接下来的话却将她打入地狱。因为你蠢得很直白，她嫌恶地甩开他的脸，而现在你只剩下了蠢。轰！这句话仿佛巨锤，砸得他大脑一片空白。原来他刚才的小丑表演，在他眼中竟如此拙劣。穆建国慢条斯理地擦着手下了最后通牒：“说吧，唐宗鹤离开前都让你做了什么？”李艳梅却像没听见，正在原地。下一秒，保镖阿隼上前，手指在他肩膀轻轻一捏，咔吧，骨头错位的剧痛让李艳梅发出凄厉的尖叫。阿隼松开手，冷冷重复穆建国的话。这下李艳梅再不敢迟疑，声音颤抖的招供：“他让我把您和小玉露的行踪每天告诉他。”他还想哭着辩解，可穆建国却轻笑一声：“蠢得连谎话都编不圆，还想给我的妻子下药。”他站起身，语气没有丝毫波澜，把他扔去维港喂鲨鱼。与此同时，唐大师的住处，砰砰砰，10几个打手猛然冲入，见东西就砸。小徒弟上前叫嚣，还没说完一句话，砰，一个拳头就狠狠砸在他脸上，瞬间被打翻在地。紧接着唐寅被人从密室里拖出，死死按跪在地上。这时穆玉轩才坐着轮椅缓缓进来，他那张俊美的脸此刻只剩阴质狠厉。唐寅，这世上敢骗我的人，一只手数得过来，你猜他们都是什么下场？唐寅深知他的脾气没有挣扎，他只是平静地抬起头，姿态从容。二爷对穆建国父女不起作用，只能说明他们运气好，命格硬。这话瞬间点燃了穆玉轩的怒火，啪！他抓起茶杯，狠狠砸在唐寅头上，鲜血瞬间流下。抢球？你个死扑街赚的就是抢球的钱！我每年几百万美金砸你身上，你跟我说抢球不来？唐寅任由鲜血流淌，眼神却毫无波澜。二爷，玄学也有利有不逮的时候，就算是穆建国父女，我也有办法。这话让濒临暴走的穆玉轩猛然一滞，只见唐寅掐指一算，嘴角闪过一抹讥讽：“二爷，一动不如一静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查出他们运道变好的原因，然后从源头将其掐死。”唐寅话还没说完，穆玉轩的保镖阿尤猛然闯入，他快步凑到穆玉轩耳边，声音压得极低：“二爷，咱们在维港的3批货全部不见了，不见了。”穆玉轩一字一顿，脸上竟挂着诡异的笑。阿尤冷静地补充：“今早货物完好，傍晚交接时却凭空消失。”穆玉轩语气阴沉到极致：“去查。”可阿尤接下来的话却让他表情瞬间凝固。另外，我们的人在维港岸边发现一具女尸是李艳梅。轰！2个消息串联，答案呼之欲出。穆玉轩拳头攥紧，眼神冰冷：“你怀疑是老妖干的？”阿尤垂着头默认了，这更像是六爷的警告。然而穆玉轩嘴角却勾起一抹轻蔑：“老爷子总说老妖像他，可在他看来还是不够狠，区区3批货而已，他输得起。”与此同时，另一片海边，穆建国正静静站着，海风吹动他的黑发，不远处是冲天的火光和滚滚浓烟。保镖阿隼在他身后低声道：“这回二爷损失惨重，3亿美金的货就这么没了。”谁知穆建国竟嗤笑一声：“这才到哪儿啊？我那好二哥只会嘲笑我心慈手软。”阿隼满脸疑惑：“3亿美金还叫心慈手软？”穆建国拍了拍他的肩笑了：“你以为那些货是什么？粮食吗？你看我傻吗？要是粮食，我烧了干嘛？”话音刚落，车上的阿隼突然灵光一闪，他猛然回头，脸色煞白地看向穆建国：“六爷，二爷卖的不会是阿妈吧？阿妈道上对毒品的黑话。”穆建国笑而不语，阿隼却已得到了答案，他瞬间遍体生寒，喃喃道：“他疯了，老爷子对鸦片
片深恶痛绝。他怎么敢的？穆家人谁不知道，老爷子的亲爹就因抽鸦片逼到家破人亡，甚至为了抢钱买鸦片，亲手打死了自己的大儿子。那年老爷子才6岁，亲眼看着姐姐倒在血泊里，死不瞑目。从此，毒品成了穆家绝对的禁忌，谁碰谁死。阿隼想不通，这简直是自寻死路。他急切地问六爷：“你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老爷子？只要老爷子知道，穆玉轩就彻底完了。”可穆建国却只是摇了摇头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。他倒是想，可惜他那位好二哥胆子还没那么大，他这是被人当枪使了还不知道呢。我现在要是捅出去，非但扳不倒他，反而是在救他，我又不傻。另一边，冯春雨得意地抚摸着肚子：“妈咪，我外公这叫慧眼识珠，我早说了，小吴倒有福气。”管夫人翻了个白眼，根本不信。行，我就看看他能给你带来什么福气。冯春雨得意地拍拍肚子，这不是带来了吗？还是龙凤胎呢？可就在这时，穆玉轩的贴身保镖阿彪急匆匆闯了进来。夫人，二爷出事了。冯春雨心里一紧，强作镇定。出什么事了？阿彪却看了一眼管夫人，闭口不言。直到管夫人识趣的借口离开，阿彪才猛然开口：“二爷卷进了帮派械斗，双腿被流弹打中，现在正在医院抢救。”什么？冯春雨瞬间煞白，再也维持不住平静。穆玉轩的腿本就受过重伤，医生警告过，再不好好休养就废了。结果现在又中了枪，这腿还能要吗？他猛然起身，声音颤抖：“安排车送我去医院。”而此时的海上却是一片岁月静好。上午一轮比赛，沈右楚大获全胜，其他人战绩为零。我抱着烤鱼啃得像只小花猫，吃完又要去钓鱼。可到了下午，怪事发生了，我居然钓上好几条鱼，就连之前一条没钓上的老爷子也突然开张了。唯有坐在中间的费德蒙斯，水桶里依旧空空如也。我扒着老爷子的胳膊，满脸困惑地瞅着费德蒙斯，心里奇怪极了，这个大人怎么这么笨？下一秒，穆云生又钓上一条大鱼，还幼稚地在费德蒙斯面前晃了晃，看，好大一条！他话音刚落，另一边的沈右楚也提起了鱼竿，又是一条。而费德蒙斯的鱼竿平静得仿佛死了。为什么？难道他犯了天条？就他不行，他死死捏紧鱼竿，今天钓不上来就不回去。他还真就不信这个邪。可就在这时，我觉得费德蒙斯爷爷有点可怜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玉环递过去，爷爷给。这玉环一看就价值不菲，费德蒙斯哪能要小孩的东西？他揉揉我的头，温柔拒绝。我却大叹一口气，把玉环放回口袋，奶声奶气的安慰费爷爷，可能鱼不太稀饭，但无道稀饭你不要下心哦。这话瞬间暖到费德蒙斯。紧接着，老爷子也满脸骄傲地炫耀起自家孙子有多孝顺。然而就在这温情时刻，旁边一直上鱼的沈右楚突然云淡风轻地来一句：“爷爷，我要认吴道当弟弟。”费德蒙斯想也不想就要回答好，可一个字还没出口，鱼漂猛地动了，他立刻把话咽回去，激动地拉起鱼竿。可下一秒，他脸色大变，拉不动，嚯，是个大家伙，连佣人都冲上来帮忙，几个人费了好大的劲儿，终于把那东西从水里拽了上来。沈右楚语气平静地提醒：“爷爷，你钓上来的好像不是鱼，是个小孩，快救人！”保镖火速把人捞上来，可那小男孩早就没了呼吸，肚子鼓得像皮球。保镖紧急抢救半小时，最终还是无奈摇头：“老板，没救了。”就在这时，沈右楚却死死盯着小男孩手腕上的徽章蹙眉。阿丽取下徽章递给他看，沈右楚只扫了一眼便断定是滕家人，正是港城4大家族失踪案里失踪了1个月的孩子。谁都没想到，这孩子竟然以这种方式出现。费德蒙斯见人就不回来，随意的挥挥手，把人送去警局吧。晦气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你这破船得好好洗洗。穆云生安抚着怀里的我，可他不知道，我一点也不怕。我瞪着乌溜溜的大眼睛，满眼都是好奇。回到家，我立刻扑进妈妈温婉怀里。妈咪，下午到明天还要去钓鱼。温婉一头雾水，完全听不懂。直到老爷子轻描淡写的说了下午钓上尸体的事，温婉才感慨一句：“才7岁啊。”谁知我却握着妈妈的手，一脸天真的问：“妈咪，为什么爷爷和阿楚爹爹钓鱼，费爷爷钓虾爹爹啊？”这话让温婉哭笑不得。就在这时，老太太却把我叫到身边，给我讲起一个海妖的故事，说海妖会吃掉小孩的灵魂，把身体扔回海上，被钓起来的就是那些没了灵魂的身体，淹死了就是要永远留在大海里，不能回家。老太太语气温柔，却字字惊心。我瞬间瞪圆眼睛，像只受惊的小猫。可似费爷爷让人把虾爹爹送回家惹。老太太继续引导，他的灵魂永远留在了海妖腹中，身体虽然回去，却不能动，不能吃饭，再也见不到爹地妈咪。我小嘴一瘪，彻底被吓住，扭头扑进温婉怀里，这才安定下来。晚饭前，我拉着沐浴露的手，把老太太的故事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，甚至连神态语气都一比一复刻。老爷子和老太太瞬间面露惊讶，温婉这才小声透露，吴道是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缘分啊，老太太的父亲就有这本事，可子孙后代没一个继承，偏偏我继承了。老太太眼神瞬间多了几分期许，她立刻让佣人拿来2本8竿子打不着的书，《资治通鉴》和《天工开物》，接着她随手各翻一句，连在一起念给我听，然后用1颗糖当奖励。吴道把奶奶刚才说的话重复一遍，奶奶就奖励你1颗糖。我眼巴巴瞅着糖奶声奶气的重复，竟然真的一字不差。与此同时，医院里，穆玉轩刚从手术室推出来，冯春雨立刻冲上去，声音都在抖：“医生，我丈夫怎么样？”可医生却摇了摇头，只保住了一条腿，另一条腿的神经坏死了。轰！冯春雨眼前一黑，身体瞬间晃了晃，但下一秒，他眸中骤然一冷。这件事，希望医生帮忙保密。接着他立刻对保镖阿彪下令，找人把知道这事的人全部封口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才脱力地坐下。他知道穆玉轩本就争不过穆建国，如今瘸了一条腿，老爷子更有了放弃他的理由。可偏偏他肚子里还有孩子，若是穆玉轩倒了，他们母子怎么办？真会给我找事！冯春雨咬牙低咒一声，眼中满是狠厉。另一边，穆建国半夜才回到家，温婉立刻从卧室出来，满脸心疼。饿了吗？我让厨师焖了鱼片粥。穆建国一脸疲惫，上前一把抱住他，把脸埋在他脖颈间撒娇：“老婆抱抱。”我又累又饿，温婉安抚地拍着他的背，自己亲手去厨房给他炒了菜。等穆建国洗完澡下来，热腾腾的饭菜已经摆好，他连喝2碗粥，这才缓过劲。温婉忍不住问：“你今天干什么去了？”穆建国却轻笑一声：“没干什么，看了2场好戏，一场海上火烧毒品，一场帮派械斗。”温婉听得心
心惊，立刻叮嘱他注意安全。随后他提起了下午钓上来的那个孩子，叹了口气，滕家失踪的那个孩子淹死在海里了。作为一个母亲，她无法想象失去孩子的痛苦。然而穆建国却没有半点同情，他想的只是滕家那孩子为什么会死？绑架是为了逼迫，可撕票就是结仇，这不合逻辑。确定是淹死的？穆建国敏锐地问。温婉点头，老爷子说身上没外伤，但不排除中毒，反正就上来就没气了，满肚子的水。就在这时，穆建国脑中灵光一闪，他似乎抓到了什么关键，可那道灵光转瞬即逝。穆建国眉头紧锁，随后妻子絮絮叨叨说起孩子的事，他紧绷的神经却慢慢放松下来。回到卧室，两人洗漱完躺在床上，温婉突然问他明天有没有事。穆建国的手开始不老实，想我了。可温婉却一把按住他作怪的大手，我没想你，但你妈想你了，老太太让你明天一起吃早餐。穆建国这才握住他的手，翻身将人压下，只含糊吐出一个好字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精力旺盛地跑去敲门，爹地妈咪早上好。穆建国哼哼唧唧抱怨儿子起太早，温婉却一把推开他，你自己看看几点了。我歪着头看着床上装睡的爹地，咯咯笑起来。爹地系懒虫。可就在穆建国家享受天伦之乐时，滕家却正奏响哀乐，儿子竖着被绑架横着回来了。亲娘凄厉的哀嚎响彻整个别墅。滕玉春从昨晚见到儿子的尸体就陷入了暴怒，更让他震怒的是，尸检报告出来了，落水前孩子被喂了致人昏迷的药物，这不是意外，这是谋杀。滕家的孩子一死，之前的平衡瞬间崩断，滕江王李四家联盟顷刻间分崩离析，孩子是被撕票的。滕家就算不喂孩子，为了家族颜面也绝不可能再妥协，而其他三家在自家孩子安全未知的情况下，更是不敢再谈。一个孩子的死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。滕玉春送走了最后一位客人，站在门口沉默许久，他抬头望着刺眼的阳光，眼中滚下泪水，屋中妻子失控的哀鸣让他大脑一片空白。这一刻，这位冷酷的滕家家主终于卸下所有面具。我的儿啊！男人低声呢喃，眼泪砸落在地，我会为你报仇的。而另一边，穆建国心情却好到极致，他陪着老太太吃早餐，妙语连珠，哄得老爷子老太太笑声不断。老爷子指着穆建国笑骂，你越长越回去，阿路都比你稳重。可穆建国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阿路太早会，若我也板着脸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啊？我正一旁吃着核桃，突然支棱起耳朵，奶声奶气的跟着重复，肿么过呀？这一问让所有人瞬间笑翻，可妈咪却忍不住揉了揉我的小脑袋。笑声过后，沐浴露该回去上课了，我也自动自觉拉住他的手，老爷子却好奇的叫住我，吴道怎么不陪爷爷奶奶玩了？谁知我脑袋摇成拨浪鼓，不玩呢，吴道要学习桑课。老太太一听瞬间动了惜才之心，吴道以后跟在奶奶身边学习好不好？我思考了一会儿，小眉头紧紧皱了起来，跟奶奶学习可以7糖吗？可老太太却果断摇头，不可以哦，小孩子不可以多吃糖。我失望的两只小揪揪都垂了下来，我立刻挥挥小手，拉着沐浴露扭过头，那奶奶，我们还是明天见吧。就在这时，温婉却反应过来，连忙对我说，跟奶奶学习，你也可以每天吃1颗糖哦。我立刻把脑袋扭了回来，大眼睛里瞬间迸发出闪亮的光，可我刚要松开沐浴露的手，却被姐姐用力握住。沐浴露对她露出一个可怜的小表情，吴道不陪姐姐一起上课了吗？姐姐会孤单的。穆建国一看，好家伙，这不就是学他自己吗？更要命的是，老爷子也故意来添乱，陪爷爷出去玩吧，爷爷也给吴道1颗糖哦。小吴道看看奶奶又看看姐姐，小脸瞬间皱成一团，哈哈哈哈哈！整个主宅都回荡着欢乐的笑声。然而就在别墅外，一个女人的脚步却因这笑声猛然顿住。